今天有不少基督徒认为不要理财，甚至有些基督徒借贷消费。其实这种观点通常源于对马太福音6章34节“不要为明天忧虑”的误解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常识：神赐人智慧是让人用的，不是一个摆设；信心不是无所作为。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虑，是针对门徒的心态，以免我们被生活压垮。但他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也说，盖楼要先做下算计花费，就是理财。如果因为有信心就不理财，那可能不是真正的信心，而是对管家职分的逃避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教导关于按才干受托的比喻的时候，把那个将银子埋在地下，既不管理也不经营的仆人定性为又饿又懒的仆人，而将那运用智慧使资产增值的仆人则称赞为忠心的仆人。圣经从不提倡对财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，善用资源是智慧，放任不管就是失职。在创世纪中，约瑟帮助法老制定7年储粮计划，应对埃及的大饥荒，不但被誉为管家智慧的经典案例，也常被现代金融学称为约瑟原则。用丰年的粮食对冲灾年的饥荒，不仅让埃及在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生存下来，救了雅各全家的性命，还让约瑟一跃成了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基督徒一定要学习约瑟这种未雨绸缪的精神。圣经赞扬那些为未来做准备的人，如箴言6章6节到8节中的蚂蚁，创世纪中的约瑟，以及马太福音的按财受托的比喻，都是在鼓励基督徒尽到好管家的属灵责任，不应有放任心态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遇到危机是很正常的事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直言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约瑟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经济和社会环境肯定是有周期性的。理财的意义不是为了消灭危机，而是在丰年时不挥霍，为荒年留余粮。动荡时期往往有更多人陷入贫困，基督徒做好理财，等危机来临时，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，帮助受难的弟兄姐妹和那些有需要的弱势群体。基督徒应当保持较低的负债率，债务是危机中最大的压力源。圣经提醒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一个在危机中依然能管理好财务的基督徒，往往能成为身边人的约瑟。只有当自己没有陷入恐慌和赤贫时，我们才有力量去扶持那些跌倒的人。在国家、政治、经济都稳定向好的时候，要学习约瑟的20%储蓄原则，起码预备一个家庭应急基金。应急基金不是为了发财，而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时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有足够的粮食待在船舱里，而不必为了生存去冒险或不得不妥协信仰的原则。理财的目标不是为了积攒财宝，而是为了忠心有见识地管理上帝托付的财富。基督徒在理财的时候要格外警惕自己的贪婪，避免参加那些号称能够大发横财的投机行为。财富是一点一点的积蓄而来的。另一个警惕是，不要依赖金钱，更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，要做属灵的管家。有6个建议。首先，在危机中继续奉献，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，哪怕因局势艰难，不得不暂时调低比例，但绝不停止奉献。其次，顾念家人的需要，尽上自己的责任，一定要预留基本生存的资金，保证粮、油、住房、水电等方面资金的充足，不要让家人忍饥挨饿，居无定所。第三，当危机来临，一定不要新增债务，要想办法删除不必要的开支，免得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。第四，管住自己的欲望，积蓄金钱，以提高自己应对更长期经济波动的能力。第五，谨慎管理，严格控制预备医疗资金，用于应对未预见的医疗或其他突发事件。第六，一定不要做透支消费，圣经明确反对透支消费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顺应世界的潮流，用信用卡做透支消费，
试图用明天的钱来维持一个今天本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水平，不但失去了对未来收入的自主权，更给家庭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带来债务风险，很可能造成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局面。透支消费不是有信心，而是觉得上帝给的不够。圣经并非绝对的禁止一切借贷，如为了生产经营或极度贫困下的互助，但强烈反对消费性债务。透支消费如果不加节制，极易导致违约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不按时还债会极大的羞辱神的名，破坏个人的诚信见证。诗人在诗篇37章21节提醒我们：恶人借贷而不偿还。作为基督徒，一定不要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，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。最后有一点提醒：智慧理财是尽人事，就像约瑟精细筹划的那样，而信心则是听天命。要像约瑟一样，深信神掌管全局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如果你对圣经还有疑惑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谢观看，愿上帝赐福您。